在中国的8大菜系中，川菜是最普及、最接地气、最具有民间烟火气的一种。为啥子啊？因为它是很多菜品，可以说90%的菜品源自民间，是家常菜，适合于东西南地走。但是他们吃的最有名堂，吃的最精彩。好滋味是川菜的灵魂，对食物在味道、口感变化上的追求，造就了川菜调味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神秘感。说鱼香肉丝里面没有鱼，没有鱼，但是吃出鱼的味道来。我就说有鱼，它是无中生有，就是味道调到哲学境界。到最后到嘴巴里面就是一个字，哇，好吃。这里将要呈现的是川菜中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6道菜品，它们看似平凡，但围绕着它们的各种故事，却是扑朔迷离、精彩纷呈。这里是八公山，位于安徽省淮南市寿县。茂密的森林，清新湿润的空气，正是修身养性的好场所。2100多年前，也有一群人在这里修炼，不过他们修炼的是长生不老之术。八公山上的这一组雕像，讲述的是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王刘安等8人一起炼丹论道的情景。他们在用泉水、黄豆和石膏炼制长生不老之药时，却在偶然之中发明了豆腐。明朝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称，豆腐之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刘安并没有得到永生，他去世后葬在八公山，而他发明的豆腐却世代流传，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的餐饮历史。豆腐是一种奇妙的食物，它几乎适应所有的烹饪方式。清代著名文学家、美食家袁枚在《随园食单》中就说过这样一句话：“豆腐得味，远胜燕窝。”袁枚这一看似武断的说法，其实和豆腐的本性息息相关。作为一种自身无味的烹饪原料，豆腐却有着其他食材很难具有的入味普适性。中国美食的独特之处就在于面对不同的食材，采用不同的烹饪方法。有味者使之出，无味者使之入。豆腐在入味时不仅适应性非常强，入味方法也极为丰富，而且入味后的口感特别突出。川菜讲究调味，与豆腐的这一特性一拍即合。在中国各地都有著名的豆腐菜品，但直到今天，仍然没有一道菜的名气和影响力能与成都的麻婆豆腐相提并论。麻婆豆腐的起源距今已有150多年。清朝同治年间，大约在1862年前后，在成都北门万福桥桥头，一家名为陈兴盛的饭铺开业了，经营者是陈春富和他的妻子。万福桥当年是成都北门油粮行的重要通道，运送粮油的挑夫都会在这里休息吃饭。因为我们北门大桥呢，它出城啊，就是以前挑油的这种脚夫啊，挑了的油了之后呢，他们回去的时候，这油桶子里面的油呢就倒不干净，他们就习惯把这个油啊，菜籽油拿来呢，在这个饭铺里面加工豆腐，
新鲜的牛肉，把它宰细，把这个牛肉呢来酥啊，然后再来剁的豆腐。陈春富妻子烹制的豆腐既麻又辣，鲜香滚烫，非常下饭，让饥肠辘辘的挑夫们过足了口瘾，也被其他食客广为传颂。一种说法是，因陈春富妻子脸上有几颗麻子，被人称作陈麻婆，因此陈麻婆豆腐的名号就被喊开了。陈麻婆豆腐自诞生以来，一直受到百姓喜爱。成书于1909年的《成都通览》，将陈麻婆豆腐列入了成都著名饮食。民国年间的《芙蓉话旧录》中小食部分提到：北门外有陈麻婆者，善制豆腐，连调和物料及烹饪工资一并加入豆腐价内，每碗售钱8文。其牌号人多不知，但言陈麻婆则无不知者。其地距城4、5里，往食者均不但远。但陈麻婆绝不会想到，他烧出的这道简单朴素的豆腐菜，竟然长盛不衰，不仅传遍了大江南北，甚至越洋过海，成为中华美食一张金光闪闪的名片。一道由家庭妇女发明的家常菜，为什么会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力？其烹制过程又有何奥妙呢？成都陈麻婆豆腐店是国家命名的中华老字号，直接承袭了历史上陈麻婆豆腐的品牌与烹饪技艺。标准的麻婆豆腐必须符合麻、辣、鲜、香、酥、嫩、烫、整这8字真言。看似简单的烹饪方法，其中的奥妙却非一般美食爱好者所能知晓，细微之处的功夫也非3、5年能够练就。首先是豆腐的选择。豆腐的制作在中国主要有南豆腐和北豆腐之别，两者的口味和口感均有所不同。南豆腐俗称嫩豆腐，是用石膏点制的豆腐；北豆腐俗称老豆腐，是用盐卤点制的豆腐。一般情况下，麻婆豆腐选用的就是北豆腐，即老豆腐。淡水做的这个麻婆豆腐，它有小孔在里面，在烹制的过程中，它可以让整个豆腐从里面到外面都能够入味。在川菜的发展演进过程中，对烹饪技艺的表达不可避免地融进了四川方言的元素，使其更加生动而准确。都就是其中之一。字典上以前查不到的，为什么叫都呢？我想呢有2个含义。第一个呢，就说你烧这个豆腐啊，火大，如果你不守在面前，不监督到，那么读的豆腐就不好吃。就说要监督，并且在读的过程当中呢，它会发出嘟嘟嘟的声音。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步骤是勾芡，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加入淀粉。鲜为人知的是，麻婆豆腐需3次勾芡，而且要讲究手法。第一次勾芡，把第一次出收水，我们用芡粉把它收汗，就把这个水给它收干。好，然后再继续加热的时候，豆腐又要吐第2次水，又要勾芡去把这个水给它收干。然后在它吐第3次水的时候，我们再把芡粉再下1次芡，下3次芡，它豆腐基本上就不吐水了。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整个勾的这个芡粉完全薄薄的包裹在每一块的麻婆豆腐的周围。它一个作用就是使那个豆腐看起来非常的细嫩，有光洁度嘛。2一个放在芡的作用它还能够保护它嫩度。第3个保温。如果芡抓得恰到好处，你服务员端上去的时候呢，
手一抖，都看那个豆腐在闪，很有吃头，看起来想吃。如此精妙细微的区别，门外人实难体会。正是经过千锤百炼，才成就了一个个烹饪大师。他们有的名气冲天，一举成名天下闻；有的则默默无闻，终其一生守着3尺灶台。如我们所知，麻婆豆腐的发明者是100多年前的陈麻婆，但麻婆豆腐之所以成为今天这个模样，与一个叫薛祥顺的人有一定的关系。品得3000美食，胜过万世功名，这是原四川省美食家协会主席李树人的一句名言。这个在一生中吃遍了山珍海味的古稀老人，舌尖上恋恋不忘的却是薛祥顺师傅烧制的麻婆豆腐。上世纪40年代，李树人在万福桥旁的成都市立中学读高中，他和几个同学在陈麻婆饭铺吃了整整3年。那时陈麻婆已经去世，主厨的是陈麻婆的亲传弟子薛祥顺师傅。在读高中的3年里，吃饭时间，我和几个同学每天都是先点好菜，就守在灶台锅边看薛祥顺师傅做菜。他身上是一袭蓝布长衫，常年累月都穿一双草鞋，面容清癯，身材瘦长，话不多，技艺娴熟。之后的几十年里，陈麻婆饭铺的命运几经起伏，但无论环境怎样改变，直到70年代去世前，薛祥顺师傅都一直坚守在灶前。他在烹豆腐之余，还不断改进麻婆豆腐的烹调技法，将其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后人。善食者美，善烹者仁。一个真正的大厨，就是厨房里那个默默无闻的人，他总是隐身于幕后，且心怀仁德。薛祥顺师傅就是这样一个人。著名美食家车福先生在《川菜杂谈》一书中记录了薛祥顺制作麻婆豆腐的全过程。薛大厨做麻婆豆腐，不仅不放豆瓣酱，豆腐也不焯水，甚至连勾芡都不用，即将一份寻常豆腐做得鲜嫩入味。将清油倒入锅内煎熟，不是熟透，然后下牛肉。待到干烂酥时，下豆豉和辣椒面，然后下豆腐，倒入油煎肉滚、热气腾腾的锅内，微微用铲子铲几下，掺少许汤水，在蓝蓝烈火下嘟熟后，看火候定局，或再嘟一下，或铲几下就起锅。一份4远驰名的麻婆豆腐就端上桌子了。进入1950年代，薛祥顺开始在麻婆豆腐中加入郫县豆瓣。1973年，薛祥顺去世后，经过几代厨师不断改良，麻婆豆腐逐渐定型为现在这个模样。尽管如此，各家烹制的麻婆豆腐依然有各自的特色。乐山的西坝古镇是一个清静悠闲的所在。俗话说，西坝豆腐甲天下。乐山作为著名的川菜美食重镇，西坝豆腐的名头无出其二，而38饭店又是西坝镇上的佼佼者。早年38饭店属于镇上供销社的食堂，供销社解体后，由刘氏家人接手经营，现在已经传到了第3代。我们38饭店都是
厨师、老板、服务员都是女的，而且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与多数餐馆选用老豆腐做麻婆豆腐不同，38饭店是用嫩豆腐及石膏豆腐做原料，这是因为38饭店的麻婆豆腐中加入了一种特别制作的臊子，滑嫩的豆腐和酥脆的肉臊结合，相得益彰。将这样做成的麻婆豆腐拌入米饭，几乎成为一种固定的吃法。肉臊用牛肉臊子，这是我们自己发明的素臊，跟外面的麻婆豆腐做法都不同。外面上都是有臊子、葱和就是的花椒把它和一下再吃，然后那个口感就很好了。麻婆豆腐是很好玩，是好吃。你剁好了又烫，又鲜，啊，你和到饭里头，你跟那一搅转，哎呀，那是好吃，可以这个菜。臊子是麻婆豆腐中一道不可或缺的配料，一直有猪肉和牛肉之分。对此，著名作家、美食家汪曾祺先生曾在《豆腐》一文中有过这样的描述：1要油多，2要用牛肉末。我曾做过多次麻婆豆腐，都不是那个味儿。后来才知道，我用的是瘦猪肉末，牛肉末不能用猪肉末代替，要盛出就吃。如果正在喝酒说话，应该把说话的嘴腾出来。麻婆豆腐必须是麻、辣、烫。前人对吃麻婆豆腐有很多总结，我比较同意一个总结，主要是李济先生的总结，叫做麻辣脆嫩烫鲜捆7个字。唯一对这个脆字不好理解，就里面它这个牛肉臊子，川这个烹饪手法叫做南，不能用炒，不能用爆，不能用扁，叫做南，就是在油锅里面慢慢的让它变手质手感变酥。在日本，麻婆豆腐是最知名的中国菜，它的出名和一个四川人有关。1952年11月10日，一艘轮船从香港起航，目标是日本横滨。其中一个乘客在他的行李中放了菜刀、中式炒锅、菜板，甚至还有2桌人使用的餐具。这个人就是四川富顺人陈建民。1958年，陈建民在东京开设了日本第1家四川饭店。麻婆豆腐始终是客人最喜欢的一道菜，加上陈建民在电视节目中不断的推荐介绍，麻婆豆腐逐渐成为日本的中国料理第1菜。1987年，陈建民获得了日本厚生劳动省颁发的现代名将称号，这是为激励表彰各行各业具有卓越技术第1人而设置的奖项。2008年，陈建民的儿子陈建一也获得了同一个奖项。现在，遍布日本各地的四川料理店必定有麻婆豆腐。厨师不一定是四川人，但他们都能烧一手正宗的麻婆豆腐。在麻遍大江南北、海内海外之后，麻婆豆腐俨然具备了川剧传统绝活变脸的功夫。各种冠以麻婆豆腐的新菜品出现在饭店的菜谱上，变化出无以计数的新面孔，让人惊讶于大厨们层出不穷的创造力。在重庆市中心一座写字楼里，
麻婆豆腐与披萨看似奇。吸收在一起，一口下去，芝士下面藏着豆腐，松软鲜嫩。萌生出新的念头。日本来出海鲜，然后用那个生蚝，能不能搭配麻婆豆腐？所以说我们那天晚上一起碰到了火花。所以这个菜呀，我们就是容纳了传统的麻婆豆腐来借助海鲜，然后海鲜的鲜度跟麻婆豆腐容纳过后更突出了麻辣烫鲜。这一道麻婆豆腐生蚝，既有大麻大辣、大开大合的市井风味，也有生蚝遮掩不住的清鲜。从豆子成为豆腐，这一2000多年前刘安和门客的妙手偶得，已经变化出无限的可能性。在有“豆腐圣经”之称的全球畅销书《豆腐之书》里，作者在解读中国古老的典籍《易经》时，把其中的太极图看作是磨制豆浆的石磨，豆子被石磨围绕着磨出豆汁，是一切营养的源泉。